跑题了。反正这蚌母无非是大了一点的蚌，行动慢得很，只要能确定位置，哎，我想到怎么抓它了。少年目光灼灼，亮如星子。蓝忘机眸色微闪，我也想到了。一人站，一人坐，一人喜笑颜开，一人神色端凝，却同时扭头，四目相视，心领神会，异口同声道：翘。魏无羡抚掌大笑，韩光俊，我们俩竟想到一块去了，却不知你说的翘和我的翘是不是同一个翘。寻一撬棍，沿灰线撬开。用码头的石栓做支点，撬棍至少要1丈以上，再找会遇见的人一起撬狮群，必定能将蚌母撬出水面。它既然是蚌，应跑不了太快，只要它不落下深水，必定捉得住。大梁木，好主意，晒干的梁木最为结实耐用，长度刚好，又易寻得。不过我们莲花坞来得及，除我之外，只有2名会遇见的弟子，你那里有多少合适的人选？3人。3人加3人，凑合也差不多够了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浪费时间，我立刻回去召集师弟，再去问问附近可有木匠家存了合适的大梁木。韩光俊，可否劳烦你召集姑苏的弟子？好。随便剑一转，便往回飞。碧晨竟也同时回转，与魏无羡并驾而行。带金的莲蓬。哦，莲蓬，说来我带来的莲子还有一些。他摸了半天乾坤袖，没找到剩下的莲子，只掏出来早上没来得及吃的2枚果子，在身上仔细擦干净一个，塞给蓝忘机。哈哈，一时找不到了，你先尝尝这个甜不甜，早起刚摘的，回头我找到莲子再给你送一趟。蓝忘机捧着那果子，雪白的肤色衬得果实红艳欲滴，而他神色肃然，十分郑重地咬了一小口，微微蹙了一下眉，咽了下去。魏无羡看得忘了啃手里的果子，愣愣地问：甜吗？好吃就不要客气，我再摘给你。我住的厢房外头长了好多，枝头都压弯了。好，你快吃，水果咬开久了不新鲜。见蓝忘机终于要吃第2口，魏无羡舔了一下嘴角，想再说点什么，比方说你手里的果子好像比我这个好吃，再比方说不止果子，蓝忘机无论拿着什么似乎都变得更好吃了。不过这次他没来得及发表感想，因为蓝忘机道：食不言。好好，你吃，我不找你说话。到了驿站，与蓝忘机分头行事，魏无羡匆匆召集了师弟一起去找木匠。一个师弟问：大师兄，你从哪偷来的果子？还有多的吗？魏无羡一愣，低头一看，手里还举着一只完好无损，一口也没碰的果子，便忍不住噗地笑了一声。另一个师弟道：嘿嘿嘿，大师兄，二师兄要是在这，少不了要问魏无羡你又想干什么了。魏无羡狠狠咬一口果子，含混道：没什么，就是想说这好吃的果子才不分给你。噗，呸呸呸！大师兄你怎么喷我一身，脏死了。什么破果子，又酸又涩，苦死我了。呸呸呸呸！没人说这果子甜呢。你懂个屁。魏无羡点齐一众师兄弟，能御剑的背着剑，不能御剑的用轻身术扛着大梁和包裹，浩浩荡荡来了约定地点。月凉如水，给树丛染上一层银色的纱衣，树下空空荡荡，半个影子也无。蓝湛忙什么去了？还真让本公子等啊。胖师弟道：大师兄，这真的有点臭啊。魏无羡道：离这码头还有半里地呢，又是上风，还成吧？胖师弟道：半里还这么大味儿，那码头岂不比上次的泥坑还臭？瘦师弟已经掏出了帕子给众师弟分发。咱们准备充分，不妨事。来，一人一张，别拿多了，绑鼻子下面防臭。魏无羡一摆手，没接帕子。我就算了，手里没工具的，先把火生了吧。于是生火的生火，挖坑的挖坑，忙而不乱。临近戌时，夜空飘下3道白影，个个金绣轻盈，缓带轻飘，额上一条1指宽的卷云纹抹额，为首的那个更是如白玉雕琢似的仙气凛然。瘦师弟瞠目半晌，总算缓回一口气。妈呀，怪不得难辨人人想进云深不知处，这打扮，这行头，从月亮底下飘出来，个个儿都跟神仙似的。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和漂亮的女修姐姐。魏无羡一个栗子下去。想什么呢？对姑苏的哥哥们尊重点。瘦师弟吃痛，跳开3步，却见魏无羡已经整好衣衫，笑容满面地迎了过去，说道：来，二公子，这2位师兄是？不知为何，
大师兄的语气让寿师弟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他裹了裹外袍，小声对胖师弟道：奇怪，大师兄一开口，我怎么越听越不得劲呢？胖师弟边抖擞边茫然。是啊，好冷啊，总觉得像在哪儿见过。蓝忘机微一欠身，将拎在手中的食盒递给魏无羡。酒后。魏无羡先道：不久，我们也刚来。食盒足有4、5层高，至少能装2、3人的吃食。魏无羡眼前一亮，可回头看看身后的一群师弟，犹豫了一下。你们自己吃，我和师弟们是吃过了才来的。跟在蓝忘机身后的2名姑苏弟子相视一笑，其中一个举起个同样大小的食盒。魏师兄不必客气，菜可能少了些，干粮足够。正好你们有篝火，煮些汤配干粮吃刚刚好。竟有3盒之多。魏无羡一下子眉开眼笑，也不客气，欣然接过蓝忘机手中食盒。那就多谢蓝二哥哥了。小的们，赶紧扫开落叶，给姑苏的哥哥们腾块干净的地方。他把一块平整的石头擦干净，又找了块布巾垫着，给蓝忘机做。另一边也没忘记让师弟们来帮忙。姑苏也好，云梦也罢，双方都是年纪相仿的少年，不片刻就打成一片，又有吃食，很快气氛便热闹得像野炊一般。这边寿师弟勾着黑一些的姑苏弟子道：我以为你们姑苏修的都是闭口禅，出门能不说话就不说话，今天看来并非如此啊。黑夫弟子笑道：门规森严，晚辈不可在长辈面前造次，少说少错罢了。胖师弟笑得震天响：有道理有道理，我们在师母面前也都静悄悄的。汤很快热好了，阵阵香气飘了出来，挖坑的少年们嗅着气味奋力挥锹。虽然环境有点煞风景，但有什么能阻挡半大少年的食欲呢？魏无羡一会要遇见，便没去卖力气，怕蓝忘机嫌吵，亲自端着汤过去。我们去土坡那边吃。土坡不过半丈高，光秃秃石块嶙峋，坡顶更是狭小。等吃食都摆好了，魏无羡才发现想坐下2个人着实有些勉强。罢了，站着吃也一样。他刚这么一想，蓝忘机已经撩跑起来，让出了半块石头的空间，对他道：坐。魏无羡一喜，嘿了一声，毫不客气地坐下来。菜是蓝忘机端过来的，虽然都放在一只食皿中，每种却都精致地装了一些，点心也是双份。魏无羡举箸先戳了一只肉烧麦，咬一口，赞道：糯米好糯，酱肉甜度也恰到好处，是刘仙居的。里头还是温的，刘仙居离这里可不近，难不成这段时间你们遇见走了来回？蓝忘机夹了一只虾卷递给他，趁热吃。魏无羡心下了然，笑眯了眼。他没用手接，而是张口直接叼住虾卷的另一端，咬下来，边吃边含含糊糊道：你也趁热喝点汤，晚上凉，待会还不知道是不是得下水。蓝忘机轻轻颔首，端起了汤碗。2人坐得实在太近，一个人稍有动作，便难免要蹭到另一方。虽然隔着重重布料，魏无羡莫名觉得和蓝忘机挨在一起的那片皮肉隐隐有些发热。他尽力忽略，却不经意的在很近的距离瞥见了蓝忘机的侧颜。睫毛好长啊，蓝湛的眼睛颜色也好浅。修长的手指捧着白瓷碗，颜色浅淡的薄唇贴上碗沿，无声地啜了一口汤汁。些微的暖雾柔和了轮廓，那鸦羽似的睫毛轻颤，像无形的软刷扫过魏无羡的心头，痒意盎然。他下意识吞咽了一下，喉咙发干，掩饰一般狠狠咬了一口手里的干粮，毫不意外的噎着了。魏无羡瞪眼捶胸，奋力吞咽，效果甚微。咳。随即后心一暖，有人轻拍他后背，又把温热的汤送到他嘴边。魏无羡已经噎得几乎翻白眼了，顾不上许多，咕咚咕咚灌了一通，好不容易缓过劲来。再一看，竟是他端给蓝忘机的那碗汤。我去给你盛一碗新的。他刚要起身，蓝忘机已经单手把他按下。不必，还有。可这碗被我喝过了呀。餐具不足，一切从简。魏无羡哦了一声，胡乱夹一口菜，就着干粮慢慢啃。等蓝忘机捧起碗，又饮了一口汤，魏无羡才后知后觉意识到，刚才帮他顺气的人是蓝忘机。不仅如此，还很不嫌弃的和他喝着同一碗汤，这岂不是比共用餐具的亲兄弟更亲的关系了吗？这个念头一起，刚消停的那点小心思又更加毛扎扎的痒了起来。
蓝湛看起来冷冷淡淡的，其实人还是蛮好的嘛。魏无羡心里得意，忍不住想找点什么话题，便道：哎，都是我不好，带来的人太多了，要不然餐具应该够的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